妹俩今天上午有了小糖以后是玩开心了，但老宋头和圣西姨母这里可有活干了。为什么江爷爷不干呢？是因为江爷爷官大吗？这倒不是，因为江爷爷跑去釜山给福宝做宣传去，走之前特意嘱咐了老宋头和圣西姨母，所以园区现在只有老宋头和圣西姨母。看老宋头给瑞宝的小躺椅清理得多仔细，扫帚扫不出来的东西，老宋头直接上竹子，竹子弄不出来就直接用手抠，反正高低得给瑞宝的小躺椅弄得干干净净的。而瑞宝和辉宝这里只需要踏实睡觉就够了。圣西阿姨收拾完竹子后也来给老宋头帮忙，两个饲养员清理的都很仔细，没有偷懒的迹象，每一个角落和缝隙，不论游客能不能看到的地方，他们都有在好好清理。老宋头这次竹蟹准备的属实有点多了，清扫好一会儿才给其收成一堆儿。最后圣西阿姨负责拿着垃圾袋，老宋头负责铲，而姐妹俩就这样一直睡，直到爷爷和姨母给自己的小躺椅完全收拾干净，姐妹俩才从小树上下来，来到了自己的小躺椅上，吃爷爷刚才给自己准备的小零食。小零食吃完，姐妹俩去到了小滑梯上的小躺椅上，一个躺在小躺椅上，一个躺在树杈中。姐妹俩这模样好生可爱，看彼此的眼神都要拉丝了。瑞宝今天下班可积极了，爱宝都没反应过来，瑞宝就已经走回家了。今天瑞宝的生物钟调到了爱宝的频道，本来跟妈妈正打闹呢，突然瑞宝意识到了什么，转身走向了爷爷的员工通道门口，在爷爷的门口停下，然后坐起身，不断拍打着通道门，同时还抬头看了看姨姨们所站的位置，检查了一下爷爷有没有混在其中。就在瑞宝查看时，身后传来了通道门口走路的声音。瑞宝秒懂这个声音意味着什么，立马转身向通道门口跑去，没有一丝迟疑。爱宝也紧跟其后。辉宝醒来后，看着空空如也的园区，一时恍惚了，思考着妈妈和妹妹们怎么不见了。辉宝慢慢从树上滑了下来，一边走一边思考着。好在这时圣西姨母出现了，给正在幻想着各种可能的辉宝拉回了现实，并吃上了胡萝卜。吃完胡萝卜后，辉宝又走到了姨母的门口，经过一番思索，辉宝才反应过来，原来已经到了下班点了。辉宝拖着自己那迷迷糊糊的身子，缓缓走向通道门口。而此时宝家又只剩乐宝了，乐宝此时又吃上了园区里面所生长的竹子，而且还紧靠在窗前，直接给姨姨们的情绪价值拉满了。乐宝不慌不忙地吃完手里的竹子，抬头示意姨姨们自己该回家了。跟姨姨们说过再见后，乐宝起身慢悠悠地走向了通道门口，也回了家。江爷爷不在的这2天里，宝家成员都很乖巧，没有给姨母添麻烦。姨姨们还能想象出辉宝这屁股底下的银杏叶原本是什么图案吗？这原本是圣西姨母为爱宝刻画的11岁生日的字样，但现在成了辉宝产青团专用的。爱宝园区的银杏叶比较少，因为乐宝这里才是姨母和爷爷们想要发挥的地方。第一是因为乐宝从来不会搞破坏，第二是因为这周不管是爷爷还是姨母都在大力为乐宝应援，宋爷爷为乐宝制作鲜花，将爷爷直接在线为乐宝拉客，让大家都去看乐宝。而圣西姨母这里每天都在给乐宝制作着小零食，饲养员们是想让更多人看到乐宝现在这真实的样子，这健康强壮的样子，而并不是黑粉们所谓的皮肤问题、螨虫眼问题以及揣测乐宝的血压情况。同时宝家饲养员们都在大方地接受游客们对乐宝提出的问题，大家在官方留言提问有关于宝家的问题，饲养员们都能对其进行回复，从不会已读不回，而且都会进行详细的回复，且回复的话术都采用让姨姨们能听懂的白话进行回复。而在今天，姨母又给创新了新的零食，给窝头里面穿了一根胡萝卜。今天是夹心窝头，乐宝左右思考着先吃哪一根呢？乐宝挑选半天，最后选择了先吃左边的，理由是左边的离自己近。这小零食给乐宝吃的很是享受。宝家成员的生活是否幸福，这根本不用去解释，很直观的就可以看出来。宝和辉宝在雪地里闹，你一拳我一拳，从台子上一路打到斜坡，妹妹辉宝落了下来，辉宝被瑞宝一巴掌推到了斜坡下面，正生着闷气。辉宝的小短腿蹬了半天，可算是爬上来了，可没成想瑞宝抬手又把辉宝推了下去。有仇必报的辉宝会咽下这口气吗？他慢慢接近小台子，渐渐靠近瑞宝，这难道是要和好如初吗？瑞宝突然拍了辉宝一下，拍完拔腿就溜了。辉宝一愣神，才发现自己又被瑞宝捉弄了，赶紧追了上去。糟糕，瑞宝不小心滑到下面去了，这一下算是回归好机会。辉宝气势汹汹的张开身子就压住了瑞宝，瑞宝连吃了好几个巴掌，辉宝看样子稳居上风了。瞬息间瑞宝抓到了机会脱困，辉宝想赶上去，却又被姐姐瑞宝不断推下来。瑞宝靠着大长腿很快就爬了上来，
而辉宝的土豆腿在这时候又吃瘪了，爬到一半又溜下去，真的好可爱。平时瑞宝其实是文静女神一枚，但今天格外活跃，应该就是下雪的缘故，让姐妹俩兴奋坏了。喜欢雪的当然不只有小家伙瑞宝、辉宝，他们的老爸乐宝也是非常喜欢雪的。为了能让乐宝玩得更舒适一些，江爷爷和圣希阿姨一起来到园区，先给乐宝的园区收拾了一番。江爷爷用竹竿拍打着竹林上覆盖的雪，以及乐宝常爬的树也进行了清理。姨姨们表示这活自己，因为江爷爷这活干的看上去很快乐。江爷爷玩完走后，圣希阿姨又来了。圣希阿姨在乐宝园区用模具堆起了雪人。姨姨们表示这些工作自己都可以免费干。一会儿，乐宝走了进来。年满12岁的乐宝在面对雪时也难以抑制激动的心情，他在雪地里不断打滚，让雪裹满全身。一会儿，乐宝来到了小平台上，发现自己的脚丫沾满了雪。作为宝家最爱干净的大熊猫，开始舔起了脚丫。除了爱干净以外，是乐宝发现自己的脚趾被化掉的雪粘在一起了。虽然动作不雅观，但是真的好可爱。大家不用担心他们会感冒，熊在厚厚的绒毛保护下，其实很暖和。正因如此，熊猫其实喜冷怕热，一到初雪的时候，它们就会表现得非常兴奋。想到一个人的心是藏不住的，是什么让平时温顺的爱宝面露狠色？起因是今天爷爷在园区放置了一些王竹，而福宝这里比爱宝率先来到园区，福宝就认为这些竹子是自己先发现的，那这些竹子就是自己的。爱宝表示这么多竹子福宝也吃不完，于是便打算帮福宝解决一下。哪知小心眼的福宝看到妈妈吃自己的竹子，一下就咬在了爱宝的尾巴上。福宝这一咬，差点给咬断自己与爱宝之间的母子情。爱宝和福宝互不认错。第二天，江爷爷来到房间，看到爱宝和福宝谁也不搭理谁，母女俩对角坐。而江爷爷则做起了和事佬，让福宝给妈妈道个歉。福宝，你是不是对妈咪做错了什么？快给妈妈认个错吧。此时的爱宝缩在一团，从未对福宝有过如此的冷漠。爱宝独自一人去到隔壁房间吃饭，江爷爷偷偷对福宝讲，让福宝乖乖和妈妈认错。爱宝一个人给福宝带大，很不容易。福宝听了爷爷的话，主动跑去妈妈身边和妈妈说话，试图缓和自己与妈妈之间的关系。同时再加上江爷爷在一旁的助攻，母女俩很快便重归于好了。老宋头又来隔壁的蝴蝶馆串门了，想起上次老宋头来蝴蝶馆为福宝借走的那几只蝴蝶，到现在也没还。逛完蝴蝶馆，老宋头回去的路上又偶遇了几根竹子，这大竹子老宋头怎么能忍住不拿呢？直接拿来工具，3两下全部都给其裁剪了，带回了宝家。乐宝吃大的，瑞宝、辉宝吃小的。除此之外，老宋头这周还发了自己赌辉宝小瀑布的全过程，这要是让辉宝看了，不得打死老宋头。老宋头除了用木头进行添堵在外围，还又用石头进行了2层，之后又进行了第3层的冰雪覆盖。不过老宋头之所以覆盖上冰雪，是为了让瑞宝、辉宝玩冰雪滑滑梯的。老宋头还特意示范了一下，果然还是宋3岁最会玩。瑞宝、辉宝要明白宋3岁的心思。宋3岁玩得越来越上瘾，一连滑了好几次。第二天，宋3岁就将这个消息告诉了瑞宝、辉宝。不过瑞宝、辉宝此时一心都在宋3岁手上的小零食上。宋3岁一边投喂小零食，一边训练姐妹俩用体检台。辉宝现在用的是炉火纯青了，只是手不够长，而瑞宝这儿直接将头放在了体检台上。瑞宝感觉这样很舒服，而且可以直接吃到小苹果。瑞宝见宋3岁迟迟不投喂，只好敷衍了一下宋3岁，将手伸了出来。一会儿轮到乐宝体检了，最近乐宝的情况有所稳定，体检和吃小零食时都不再那般急躁了。而此时的爱宝早早的就坐在体检台前等奶爸了。而爱宝的体检也是最快速，让宋3岁最轻松。爱宝是宝家最让饲养员省心的，在爷爷们心中，爱宝就是大熊猫界最完美的熊猫。知道爱宝会不会怀念他小时候的生活？这花路，这园区，这绿植，这景色，而且这每一棵花都是将爷爷精挑细选出来的，每一棵开的都很娇艳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假花呢。而转眼间，爱宝也是3个孩子的妈妈了。园区的鲜花早已被折腾光了，没有了鲜花和景色优美的园区后，现在爱宝每天就是玩孩子，玩走一个又来了2个。爱宝这时刚从室外回来，看到了辉宝手里的竹子，爱宝一把就给辉宝手里的竹子抢了过来，自己吃上了。为了不让辉宝过来抢，爱宝用脚顶住辉宝的脑门，阻止着辉宝过来。而爱宝躺下不是为了舒服，而是因为这个姿势离辉宝最远。要说辉宝也是个小可怜，原本这根竹子是爱宝丢的，辉宝看妈妈不吃了，
自己才捡起来吃的，没想到自己刚捡起来，妈妈就过来了。爱宝一边吃着辉宝的竹子，一边说：“你天天吃我的奶，我吃你一根竹子，不过分吧？”一会儿，爱宝吃完竹子后回家了。宋爷爷来到园区，来给姐妹俩送更多的竹子，顺便给爱宝的旧竹子带走。不过这一趟，宋爷爷没有给姐妹俩拿小零食。宋爷爷很快就给园区收拾完了，之后给爱宝重新打开通道门。爱宝回来继续营业，辉宝则趁这个时候冲过来给妈妈捣乱。爱宝立马伸出脚挡着，但是已经不管用了。辉宝这次情绪很大，连翻带滚的给妈妈的竹子全弄乱了。而爱宝已经习惯了这个场面，任凭辉宝如何折腾，但自己手里的窝头自己绝不会少吃一口。而辉宝虽有满身的情绪，但又不敢真的去惹妈妈。宽这就开始给瑞宝、辉宝做独立的思想工作了。不过辉宝一听到要给自己断奶，就立马不开心了。辉宝感觉自己听到了不干净的东西。辉宝用眼神示意永宽，让永宽听听，这说的是熊爱听的话吗？自己可是要每天都吃盆盆奶的。为了缓解辉宝的焦虑，永宽立马跟辉宝讲道：“不会的，不会的。” 아니 안 그렇게 안 돼. 맛있는 분이 안 그렇게 알았어. 먹어. 긴장하구냐. 不过永宽一直在有意无意的透露着姐妹俩一人一个房间会更舒服。永宽这小心思，瑞宝、辉宝可能不明白，但被姨姨们看得透透的。第二天早上出门，瑞宝又不想出门，永宽跑来跟乐宝求助，让乐宝用熊语帮忙喊瑞宝出来。 러브지. 딸내미가 집순이 딸내미가 하나 안 나오고 있어. 좀 도와줄래? 永宽教乐宝说熊语，喊瑞宝出来。 빨리 나와. 얘기해주면 안 돼? 永宽这熊语比乐宝说的还标准。乐宝表示永宽完全可以自己去喊了。而一会儿收熊回室内园区时，永宽又遇到了难题。辉宝的心眼长得太快，都给宋3岁，都快衬托成傻子了。以后宋3岁改叫宋1岁算了。原因是因为宋3岁想拿着小苹果等瑞宝出来，宋3岁还拿着小苹果跑呢，想跟辉宝玩追逐游戏呢。辉宝却只是转头看了一眼宋3岁，又转头跑进了通道里，像是在说你自己跑吧，我走了。宋3岁再一次被瑞宝这清晰的思路给打败。宋3岁正猛踹小瀑布的出水口。这2天，宋3岁又快被宝家给疯了。乐宝在观景竹前一站，宋3岁后背都冒冷汗。今天早上，辉宝偷偷钻进了这小瀑布的出水口里。宋3岁在辉宝回室内园区后，扛来一根大木头，然后又用工具将其砍成了小段，然后全部将其填满在小瀑布里。这一下辉宝钻进去了，小瀑布今年怕是也不会再放水了。好在乐宝这里只是在观景竹前看了看，然后转头就但是今天关于福宝的状态，许多韩国媒体也都跟踪报道了。福宝突然莫名的身体抖动，引得所有人都高度紧张起来。而想必宋3岁也刷到了福宝的动态，好在基地第一时间就将福宝收回了内院，并计划对其进行全面检查，以及进一步的判断原因。宋3岁今天晚上都没出来收熊，而是让圣熙姨母出来的。宋3岁应该是一心沉浸在了福宝的最新动态里。今晚宋3岁怕是又要难以入睡了。瑞宝、辉宝今天也没有给姨母添乱，姨母离开就乖乖从树上下来了，很顺利的被带回了家。在关键时候，瑞宝、辉宝还是懂事的，知道不给饲养员们找麻烦，甚至就连一向下班不爱回家的乐宝，今天也积极的回了家。瑞宝今天的状态有点浑浑噩噩的，先是从小滑梯上自己给自己不小心摔了下去，之后又在爬树时又在风铃上蹲了个屁股蹲。今天早上爷爷没让瑞宝、辉宝去室外，这可舒服了姐妹俩，不断的在园区整活。先是瑞宝在辉宝爬树时一口咬住了辉宝的脚丫，接着在辉宝挣脱开后又咬住了辉宝的脑门，给辉宝死死拽住，像是要给辉宝拽下树的感觉。辉宝让瑞宝别拽了，自己主动下来。辉宝下来后不跟姐姐玩了，溜下小滑梯爬去了贝贝树上。辉宝走后，瑞宝这里又开始整活了。瑞宝倒立在小滑梯上，小手抓着小树，然后用屁股给小树做标记。这还是姨姨们第一次见这种做标记的方式。大熊猫也叫猫，猫的身体是水做的，瑞宝的身体也像是水做的。瑞宝一番折腾，给自己从滑梯上摔了下来。瑞宝拖着自己迷迷糊糊的身子，又来到了饮水盆前。宝家的布局让宝家们的成员举动都透露着人里人气的。喝完水，瑞宝又来到了草丛里，开始铲青团。解决完自己的内需后，瑞宝开始往树上爬。原本爬树丝滑又灵活的瑞宝，今天却磕磕绊绊的，仿佛是因为瑞宝最近胖得太快了，一时还没适应
自己这边胖之后的身体。瑞宝艰难地爬上树，然后又开始了整活。这迷迷糊糊的状态让姨姨们这一天都在怀疑，是不是自己搞错了熊？眼前的难道真的不是辉宝，而是瑞宝吗？瑞宝这睡姿是对园区和姨姨们多大的信任呀！一点不怕姨姨们合伙拿麻袋给其偷走。爱宝这里之所以能悠闲的睡觉，是因为乐宝在室外替全家负重前行。乐宝在室外努力给姨姨们营业，让姨姨们不要退票。乐宝一个自由落体，直接给气氛拉到了最高点。这一甩，直接给姨姨们摔出了票价。这一趟让姨姨们又没白来。接着，乐宝又来到小亭子旁，给姨姨们来了个倒立。乐宝抱着亭子腿，一边倒立一边翻滚。乐宝这是想直接钻进雪里。乐宝想到了就要干，倒立结束下一秒就猛钻雪堆，要不雪太硬了，乐宝真能钻进去。姨姨们的尖叫不止乐宝的整活不停。接着乐宝又一路小跑，来到了被竹子包裹的树前。乐宝摆好姿势，蠢蠢欲动，一副想要爬上去的样子。乐宝左右不断打量，但乐宝也不是莽夫。乐宝感觉攀爬这棵树风险比较大，乐宝放弃了爬树，然后丝滑地向后躺去，在这雪地上卖弄着自己的身姿。乐宝走哪儿躺哪儿，雪地带来的爽感都快让乐宝不会正常走路了。乐宝卖力的整活儿，爱宝带着瑞宝、辉宝舒舒服服的在室内睡觉。这一下就不能说乐宝每天都是吃白饭的了。乐宝可是宝家唯一一个8年来全年无休的成员，瑞宝这是拿爱宝当脚垫了，说踩就踩，踩完就走，丝毫不考虑爱宝的感受。被踩生气的爱宝表示自己要一个打2个，这姐妹俩一个也跑不掉。爱宝先是给挂在风铃上的瑞宝拽了下来，而一旁的辉宝见状不是逃跑，回过神来的瑞宝转头就跑，由于太着急，脚步没跟上，大脑的思考一下踩空，刚好摔在了爱宝的面前。爱宝抓住瑞宝，又给了瑞宝一顿爱的问候。辉宝眼看妈妈和姐姐打得这么起劲儿，自己也过来凑热闹。姐妹俩这下直接前后夹击爱宝了，但姐妹俩对爱宝的攻击丝毫没有产生影响。爱宝给辉宝推去角落，逐个击破。瑞宝这时看清了形势，知道自己和辉宝加起来也打不过妈妈。瑞宝索性直接站队妈妈，跟妈妈一起揍辉宝。看似瑞宝是墙头草，实则是瑞宝是想假装和妹妹打斗，俩人一起偷摸逃跑。姐妹俩趁妈妈不注意，还搞上策略了，一个负责吸引爱宝注意力，一个绕到爱宝背后偷袭。但爱宝依旧不再怕的，3下5除2就给瑞宝、辉宝反压在了身下。此时姐妹俩各凭本事逃脱，瑞宝趁着妈妈在和妹妹打斗时，自己偷偷从小亭子上溜了下去。辉宝这时也开始找机会跑走，姐妹俩一番挣扎，终于挣脱了妈妈的怀抱，而爷爷们也配合得很默契。当瑞宝、辉宝一起来到通道门口时，通道门也打开了，让姐妹俩成功逃过了爱宝的这顿揍。又发现爷爷们现在哄福宝回家用的小零食都换成了小苹果，因为现在胡萝卜和窝头福宝看了头都不带回的，所以爷爷也不再尝试，直接用小苹果来哄福宝。别说小苹果还真好用，福宝见了小苹果都走不动道儿。宋爷爷一点一点给福宝哄进通道门口，然后慢慢给门关上。而福宝也很聪明，不拿到爷爷的小苹果，绝对不让门全关上，而是给其挡着，等吃到小苹果后才会往室内园区走去。宋爷爷率先来到了园区，宋爷爷站在了福宝的小亭子上，呼喊着福宝，让福宝过来吃竹子。最近福宝的青春期到了，时常没有胃口，总是喜欢玩。爷爷们为了福宝的进食问题，也是每天忧心忡忡的。宋爷爷看到福宝向自己慢慢走来，便离开园区，让福宝自己在园区玩耍。但小亭子上的窝头和胡萝卜，福宝依旧没动，而是继续在园区跑来跑去，四处玩耍着。而爷爷看福宝没有胃口，便想着让福宝回室内休息一会儿，给福宝把门打开了。等福宝再次出来时，刚好遇到爷爷给自己换完竹子。福宝来到自己的小亭子上，开始进食。之前姨姨们每次排队看到的都是福宝在吃饭，亦或是在睡觉的样子，而在这个季节，福宝吃饭的样子变少了，多的是在园区玩耍。福宝吃完竹子后，来到小树上睡觉。福宝给自己挠着小眼睛，这小动作可爱坏了。晚上下班前，姨姨最后一次来看福宝。此时福宝还在树上待着，姨姨表示福宝的眼睛像是有星星一般。第二天，姨姨再来看福宝，同样的福宝走到通道门口，但是不想进去，又掉头回来了。而今天成了江爷爷值班，江爷爷钻到福宝的通道门口里，在里面放了小零食，想着这样福宝能被引诱进去。但是福宝压根儿没往通道门口里去看，不过园区的其他地方倒是逛遍了。江爷爷惆怅的腮都鼓起来了，但福宝依旧是自己玩自己的，还给饮水盆踩了一脚。江爷爷反反复复的叫福宝回家，但福宝始终是视若无睹。
将爷爷又给通道门里的小零食调整了一下位置，然后继续尝试呼喊福宝。福宝这次走进通道门口后，再一次掉头出来，但爷爷也没办法，自己的宝贝孙女只能宠着，直到最后天渐渐黑下来了，福宝这才走回了室内园区。而通道门口的竹子是将爷爷做的最后的努力。福宝回到室内园区后，将爷爷拿出手机对福宝进行着拍照记录。虽然福宝很调皮，但爷爷依旧觉得福宝这个样子很可爱，甚至还觉得是自己照顾的不到位。爱宝这睡姿是对园区和姨姨们多大的信任呀，一点不怕姨姨们合伙拿麻袋给其偷走。爱宝这里之所以能悠闲的睡觉，是因为乐宝在室外替全家负重前行。乐宝在室外努力给姨姨们营业，让姨姨们不要退票。乐宝一个自由落体，直接给气氛拉到了最高点，这一摔直接给姨姨们摔出了票价。这一趟让姨姨们又没白来。接着乐宝又来到小亭子旁，给姨姨们来了个倒立。乐宝抱着亭子腿，一边倒立一边翻滚。乐宝这是想直接钻进雪里，乐宝想到了就要干，倒立结束下一秒就猛钻雪堆，要不雪太硬了，乐宝真能钻进去。姨姨们的尖叫不止乐宝的整活不停。接着乐宝又一路小跑，来到了被竹子包裹的树前。乐宝摆好姿势，蠢蠢欲动，一副想要爬上去的样子。乐宝左右不断打量，但乐宝也不是莽夫。乐宝感觉攀爬这棵树风险比较大，乐宝放弃了爬树，然后丝滑的向后躺去，在这雪地上卖弄着自己的身姿。乐宝走哪儿躺哪儿，雪地带来的爽感都快让乐宝不会正常走路了。乐宝卖力的整活儿，爱宝带着瑞宝、辉宝舒舒服服的在室内睡觉。这下就不能说乐宝每天都是吃白饭的了。乐宝可是宝家唯一一个8年来全年无休的成员。圣熙姨母和另外一个姨姨想给乐宝整点小惊喜，精心在地上插了胡萝卜和窝头，但当乐宝走进室外园区时，却与窝头和胡萝卜来了个擦肩而过。乐宝丝毫没发现旁边的窝头和胡萝卜昨天也是这样。等乐宝在园区溜达完一圈再回来时，才发现姨母插在地上的胡萝卜花束。乐宝走过来一下就给竹子掰断了，然后挨个吃着上面的胡萝卜。这下什么浪漫的氛围都没有了。乐宝也不是第一次这样了，因为能让乐宝浪漫的只有爱宝。乐宝在跟爱宝谈恋爱时，妥妥细节男神。爷爷们当时为了进一步拉近爱宝和乐宝的距离，经常让爱宝和乐宝互换房间。爱宝察觉到这一现象后，每次出门都要在门口为乐宝留下标记，就像是在留信一般。而乐宝在收到这一信件后，乐宝激动坏了。乐宝闻遍了爱宝的房间的各个角落，同时乐宝还给爱宝房间的各个角落都做上了标记，生怕爱宝看不到自己留的信件。当爷爷给爱宝的房间关上时，乐宝那叫一个依依不舍，抱着爱宝的门口不想走。这个深情给爷爷看的都感动了。乐宝因为早上去过爱宝的房间，这整个一天里乐宝都是开心的模样。而因为乐宝留的信件太多了，这让作为电灯泡的福宝都闻到了。这个年纪里的福宝还不懂爸爸和妈妈的情感是怎么样的。爷爷问福宝是不是墙上臭臭的，亦或者是不是读到了爸爸给妈妈留的信件的内容。为此，江爷爷还好奇的学着福宝的样子，尝试读一下乐宝的信件。江爷爷闻了半天，讲道：乐宝和爱宝的信件应该是加密的，自己什么也没闻到，可以说是一点气味也没有。所以乐宝并不是不浪漫，而是乐宝的浪漫是爱宝专属。什么同样的食物，辉宝吃的却比瑞宝吃的胖，那是因为辉宝吃饭时喜欢狼吞虎咽，而瑞宝吃饭可是细嚼慢咽。辉宝吃完后还拿起盆跟爷爷讲：爷爷再给我来一盆。宋爷爷这周在最新视频里表示，自己这周在园区玩水玩得很开心，就连游客们一时都忘记了这里是熊猫展区，不是宋3岁展区。这周宋爷爷的视频可谓是乐宝特辑，记录了乐宝完整的一天。从乐宝早上体检开始，乐宝体检时这熟练的动作已然和爷爷的行为融为了一体。爷爷一抬手，乐宝就能猜出爷爷的下一个动作。这连贯的配合根本不像是人类与野生动物的交流，更像是朋友与朋友之间的默契。不过今天的乐宝似乎对宋爷爷的相机更感兴趣。乐宝面朝相机和镜头前的姨姨们打了个招呼。宋爷爷看乐宝今天很有镜头感，于是把相机往前放了一下。果然乐宝很想上镜，而这样姨姨们也可以看到乐宝之前的满瞳眼，现在已经完全好了，黑色眼圈的毛发格外的亮丽。对于宝家的治疗这一方面，韩国一直做的都很到位。检查完乐宝的体温后，便到了乐宝出门营业的时间了。为了乐宝能感到一丝凉爽，宋爷爷先是给乐宝的园区浇了一遍水。都说乐宝的毛发亮，这次看到乐宝坐在太阳底下的样子，确实如此。乐宝的毛皮大衣在太阳底下都亮到反光了。乐宝在园区吃了会儿竹子后，打算去小树上晒太阳了。
顺便还给游客们展示了一下自己之前毛发脱落的地方，现在已经完全长出来了。早上乐宝在室外活动了一会儿后，便回到了室内园区。因为中午的太阳太大，室外园区太热了，所以一般到了中午，爷爷就会让乐宝回室内园区玩耍。给乐宝喊回室内后，宋爷爷来到了爱宝园区，给爱宝开门，让爱宝也回室内园区。爱宝这肉嘟嘟胖乎乎的样子，韩国姨姨们称其为肥美，并表示乐宝拥有这么可爱和漂亮的妻子。我家的精神状态领先我10年，喜欢就是喜欢，讨厌就是讨厌。辉宝喜欢姨母，看到姨母来了就立马从树上下来，这一下输入线看得出瑞宝是真着急。瑞宝从树上下来，姨母将果果投喂给瑞宝，而瑞宝吃小果果时也要拉着姨母的手。乐宝不想回室内，就算通道门打开了，乐宝也不回去。乐宝妖娆的跪在通道门口看了看，转头又走了。乐宝是因为自己的老婆还没回去，想在室外园区多看爱宝一会儿，而爱宝忙着吃竹子，根本没空搭理乐宝。不过爱宝这里的状态更是惬意。爱宝从室外玩耍回来，发现瑞宝这里吃竹子边吃边丢，一根竹子没吃几口，发现不好吃就扔掉再拿新的，最后竹子没等吃几口全被丢了下去。爱宝回来刚好看到这么多好竹子不吃，爱宝觉得浪费，爱宝坐在树下就地给这些竹子解决了出来。瑞宝和爱宝这行为配合的人里人气的，像妈妈看到自己孩子吃不完碗里的饭，避免浪费，所以帮忙给吃完。爱宝吃完地上的竹子后，看到瑞宝树上还有一根，索性直接也拿了过来，也替瑞宝给解决了。这爱宝吃饱喝足，也没再回小床上，直接来到饮水盆前的空调口处躺下开睡了。空调口处吹着这舒适的暖风，爱宝躺着忍不住的产了几个青团。这一家的精神状态同步内真是令人心驰神往。宝辉宝熊生的第一个冰镇莫吉托，姐妹俩第一次见这冰冰凉凉的东西，很是喜欢。辉宝接过爷爷给的冰镇莫吉托后，便不撒手，带着冰镇莫吉托来回走动，东躲西藏，生怕宋3岁再给其抢走了。很快瑞宝也从树上下来了，起初姐妹俩一人抱着一个，但是辉宝总觉得姐姐手里比自己的那个要好，非要给姐姐手里的那个抢过来。宋爷爷见状只好上去拉架，好在瑞宝这里不挑，不管哪一个都喜欢，于是便将自己的给了辉宝，自己接过了爷爷手里的那个。这时就看出了瑞宝当姐姐的样子，虽然只是大几10分钟，但瑞宝依旧是懂得如何照顾妹妹。姐妹俩抱着冰镇莫吉托玩的火热，宋爷爷为了拍全姐妹俩玩耍时最有趣的样子，直接站在了独木桥上进行拍摄。炎热的夏天，哪只熊猫能不想来杯冰冰凉凉的冰镇莫吉托呢？在姐妹俩抱着冰镇莫吉托啃咬时，宋爷爷又去搬来了竹子。喂一会儿，爱宝来园区做准备，宋爷爷还不忘给姐妹俩带一份小零食，因为姐妹俩现在比较小，还不能一直抱着大冰坨子玩耍，防止晚上闹肚子。宋爷爷将姐妹俩的冰镇莫吉托带走后，姐妹俩又抱着胡萝卜开啃。姐妹俩现在恒牙发育的已经可以完全开胡萝卜，而这时爱宝也从室外园区回来了。姐妹俩的胡萝卜不快点吃，将会全落入爱宝的手里。好在小木床上的竹笋为姐妹俩多争取了2分钟的时间。等姨姨再次排队回来时，宋爷爷再次来到园区，准备收熊回家。不过这宋3岁挺大胆的，居然敢当着爱宝的面挑衅姐妹俩。这要是其他大熊猫妈妈，早把宋3岁当成嫡媳，冲过来拍宋3岁脑门了。要不说咱爱宝懂事儿呢。宋3岁在园区跟姐妹俩蹦蹦跳跳的，都没有半点应激表现。宋3岁在园区陪姐妹俩玩耍一会儿后，想起了正事儿，那就是接姐妹俩回家。宋3岁拿着大竹笋在通道门口呼喊着姐妹俩，让姐妹俩过来。姐妹俩真就听了宋3岁的话，一前一后的跑了进去。这次姐妹俩属实给宋3岁面，也让宋3岁这次收熊有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感。老宋头的对脸拍又出现了，辉宝着睡觉的模样如此可爱，但老宋头的手机里却只有辉宝的鼻子。以后老宋头肯定会后悔的。退休后看着3个一模一样的鼻子，陷入了沉思，一时分不清谁是谁了。辉宝在躺着咀嚼小零食时，突然有小虫子飞了过来，刚好让圣希阿姨看到。圣希阿姨立马伸出手给那只小虫子抓住了。辉宝享受地躺在小树上，对于圣希阿姨的动作没有任何的抵触，嘴里的小零食咀嚼完了，转头继续吃起了竹子。瑞宝、辉宝最近的生活是越来越充实了，上午出门享受阳光，下午在室内休息睡觉，饿了吃点竹子，以及趁妈妈不注意还可以偷吃2口。姐妹俩趁妈妈睡觉的功夫，偷偷来到妈妈身边，疯狂干饭。姐妹俩彼此疯狂夺食，辉宝自己这边的刚吃完，转头就去抢姐姐那边的，直到确认每个都没有后，辉宝这才放弃。
而瑞宝这里动作慢一些。等瑞宝吃完第一个，辉宝自己一个人就吃了3个。姐妹俩体重之所以悬殊这么明显，也和姐妹俩吃饭的速度有关系。瑞宝这里明显没有吃饱，吃完后还在舔嘴唇。爱宝被姐妹俩折腾的这时也醒了，爱宝翻了个身，宠溺地抱住了辉宝。这母慈子孝的温馨画面让姨姨们看了感觉心里暖暖的。不甘无聊的瑞宝很快也加入了进去。3只熊黏在一起，相互玩耍，相互打闹，既温馨又有爱。